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风故事。江苏某地，一场婚宴正在进行，新郎新娘忙着招待宾客，现场氛围热闹。新娘子萧炎偶然回头，发现有位他不认识的来宾坐在角落里，自斟自饮，表情冷冷的，与环境格格不入。她觉得略奇怪，问丈夫孙家明认不认识那人。孙家明扫了一眼，神情没什么波动。远房亲戚，我和他很多年没见过了，碰巧他也在南边，就顺便来喝口喜酒，不用多管。萧炎听完点点头，没有继续追究，毕竟婚宴繁琐，许多事要处理。他与孙家明同来自东北，经朋友介绍认识相恋，相处过程中也十分合适。两人不管是性格还是家世方面都相差不多。见面之后，两人也很快熟悉，聊天过程中彼此印象都不错。萧炎乐观开朗，孙家明也是才貌双全。见面之后很快就走到了一起。由于双方年纪都不小，30多岁了，既然感情稳定，结婚水到渠成，而双方对此也是乐见其成，因此婚礼办得很热闹，很多亲朋好友过来祝福。见到两人都说他们郎才女貌，十分般配，而且两人不光谈婚论嫁，他们还共同开办一个艺术培训学校，教授舞蹈。婚后夫妻俩一度忙得连要孩子的空闲都没有，他自然渐渐淡忘婚宴上不起眼的细节。时间一晃，已经过了5年，学校的课程依然很红火。萧炎因为怀孕，不得不暂时中断工作，在家休养。丈夫让她尽管放松，学校招生、课程安排什么的，她与其他同事完全可以处理好。萧炎知道她是担心自己和孩子，但是之前萧炎一直忙碌于那些事情，一时之间根本就闲不下来，总是想着找点事情做。萧炎常年跳舞，不习惯闷在家里，也怕躺多了孩子出生后变成懒虫，有空仍然经常到学校看看，反正距离很近。这天他又挺着肚子出门散步到学校，透过窗户正瞧见孙家明上课。来，大家跟老师一起坐。等课程结束，家长来接孩子，围着孙家明问东问西，无非是自家女儿或儿子天赋如何表现怎样。孙家明热情微笑，一一回应。附近的家长都很熟悉这位舞蹈老师，时年38岁的他学拉丁舞出身，与妻子萧炎合办艺术学校，教学不错，生源比较稳定。而且孙家明为人也十分热情，对于孩子们都是一视同仁，让家长很是放心。萧炎也擅长跳拉丁舞，学校的舞蹈课程便以这项为主。拉丁舞是一种时尚、热情、生动且富有感染力的舞蹈，学习过程中孩子能充分锻炼，矫正体态，有利于其整体素养的提升。再加上孙家明夫妇确实水平出众，宣传到位，家长们自然愿意把孩子送进来学习。近几个月萧炎怀孕待产，需要好好休息，许多事务便落到孙家明头上。他精力旺盛，倒不觉得累，整天忙完了这个忙那个，同事叫他聚餐，他基本不会去，每次都说要回家陪妻子。几位相熟的同事与他在一起工作很久，对他比较了解。孙家明不仅受家长信任，被孩子们喜爱，还常被大伙评为模范丈夫，夫妻恩爱。这不眼前，萧炎就含笑站在远处看着孙家明，看他回答家长们的问题，跟学生挥手说拜拜。等孙家明忙完，萧炎才慢慢朝这边走，
孙家明转头瞧见妻子，赶紧上前扶她，与其他同事打过招呼。夫妻俩有说有笑往回走，幸福的模样让仍然单身的同事十分羡慕。萧炎并没留意旁人，专心与丈夫说些学校课程改进的事，还提议等孩子出生，想找个时间回老家一趟。原本不过是夫妻的闲聊，谁知孙家明脸色渐渐变得不自然，眉头紧皱，忽然低头加快了步伐。萧炎见状一愣，回想自己刚才说的话，似乎没有哪句异常能让丈夫不高兴。前一秒还恩恩爱爱的气氛，转瞬变得诡异。萧炎摸不着头脑，看孙家明走得快，也加紧跟着他。等回到家，孙家明已经系围裙进厨房做饭，仿佛在外面什么都没发生。丈夫无缘无故变冷淡，萧炎毕竟处于孕期，情绪容易起伏，也生了闷气，晚饭都没怎么吃。以往夫妻偶尔闹别扭都很快好，然而这一次，孙家明不知怎么回事，虽然依旧照顾他，细心叮嘱他别往人多的地方走，萧炎却看得出他有心事，从早到晚闷闷的，问他又不肯细说。预产期临近，萧炎没那么多功夫研究丈夫的异常，只当他偶尔心情低落。然而更意想不到的状况很快发生，转眼到了12月，天气寒冷，为孩子着想，他基本不再出门，裹被子里睡懒觉，犯迷糊之际，听到外间隐隐有丈夫打电话的声音，好像在跟人说舞蹈的事。萧炎没怎么留意，又眯半天才起床准备洗漱，发现丈夫已经不在家，当天不用上课，他去哪呢？他正纳闷，准备打电话问问他，敲门声突然响起，开门一看，是学校另一名舞蹈老师。看他还迷迷糊糊的，顿时有些着急。你怎么还这么淡定？孙家明出事了，好似一盆冷水都头浇下。萧炎大惊，什么事？他碰上意外了？同事摇头，似乎难以启齿，犹豫几秒后继续说，不是他出意外，他倒是好端端的，可咱们学校要出问题了。萧炎一愣，不明白对方说的话什么意思，催着让人快点说清楚。然而等对方三言两语解释完发生的状况，他彻底傻眼，拼命摇头，眼泪不受控制往下落，捂着肚子，脸色刷得变得惨白。几乎是一瞬间，他想起5年前参加婚宴的神秘客人，许多事情似乎都能想清楚了。不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就在她的孩子马上要出生的时候，丈夫却被警方抓走了。他不仅是逃犯，还并非普通的逃犯。别说他，认识孙家明的同事家长也难以置信，孙家明怎么会是逃犯？他为人低调，关心妻子，跳舞跳得好，教学水平很出众，是一个受学生欢迎信任的老师。若不是这样，学校的舞蹈课程也不会像如今这样火热。夫妻俩的生活说不上多么富裕，但还能称一声舒心。冷不丁收到消息说孙家明被直接抓走，学校的课程耽误，声誉受损不说，临产的萧炎更备受打击。突然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枕边人。父母闻讯匆匆赶来安慰他，保护着他，直到他把孩子生下。萧炎甚至无心好好体会刚做母亲的喜悦，脑子里反复回想与孙家明结婚后的种种细节，发觉他早就露出破绽。他是黑龙江人，可结婚这么些年，很少见他与老家亲友来往，更不喜欢回东北，甚至表现得有些排斥。他以为孙家明在老家没什么亲近的家属，早年奋斗艰难受欺负，经历感受不好，所以连提都不乐意提。
谁能想到他是犯下大案在外面逃的人？早在孙家明被抓捕之前，警方已密切留意他整整2个月。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，在一次寻常走访中，民警意外发现来办艺术培训学校的孙家明表现不怎么自然，眼神闪躲，说话前言不搭后语。这家舞蹈学校在附近挺有名气，身兼老板和老师2个身份的孙家明则素来低调，平时深入简出，所以往常并没有被特别留意到。何况他早就改名换姓，漂白身份，将名字从孙某改成3个字，将年纪改小了3岁。自从发现孙家明表现异常，暗中调查的警方便将其信息对比，发现他与21年前越狱后连续杀人的逃犯孙某很接近。孙某不到20岁，便因常与狐朋狗友厮混，染了一身恶习，偷抢无所不为，犯抢劫、抢夺、盗窃罪，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。并不甘心好好服刑的孙某，成天与狱友准备寻隙逃跑，准备铁丝刀具，终于在服刑2年后，伙同另外2人成功越狱。知道已被盯上，全程围追堵截。他们筹划抢劫出租车，方便加快逃窜速度。在很短的时间内，3人便抢劫了3辆出租车。为灭口，不惜连续勒死、捅死2名出租车司机。另一名司机虽然侥幸捡回1条命，却也重伤。孙某与同伙开着抢来的车南下，辗转逃到广东，分道扬镳。而后，孙某跑去安徽投奔一个朋友，在朋友的帮忙下更换身份名字、出生年份，以另外的孙姓身份活动，手上沾着数条人命。孙某刚越狱的几年，每天晚上都要做噩梦，梦见被老家的警察抓走，梦到自己被枪毙。躲的时间长了，他渐渐淡忘恐惧，以为逃过一劫。另外2名狱友相继落网，他却侥幸躲藏无人发现，并且跑到江苏生活，认识后来的妻子萧炎。不仅结了婚，还与萧炎一起买了房办艺术学校，自学舞蹈，当了一名舞蹈老师。夫妻俩的拉丁舞课程备受众多家长青睐，都愿意把孩子送过来培训课余素养。可是没人料到，孙某看似正常的表象下，真面目是潜伏了21年的越狱杀人逃犯。就连他的妻子萧炎也完全不知道丈夫有那样的过去，直至孩子马上要生下来，她才惊闻丈夫被捕。知道了当初来参加他们婚宴的奇怪客人，压根不是孙某什么远房亲戚，而是帮过他的朋友。萧炎难以接受，痛哭不止。孙某身犯数罪，不仅越狱，还继续抢劫、故意杀人，犯罪情节十分严重。若核准追诉依据刑法规定，应对其数罪并罚。逃亡多年，他还是躲不过作恶要面对的后果，害了妻儿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更令无数家长感到后怕。之后对于的教育问题更加关注，就怕发生类似的事情。而孙某也为此付出了代价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